继25号菲方船只在仙宾礁附近冲撞中国海警船后，26号又有2艘菲方海警船在同一区域非法冲闯。这是菲方1周内第3次对中国南沙岛礁开展侵权挑衅行动。我外交部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撤走有关船只。 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26号下午3时39分发布快讯称，8月26号，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派出4409号、4411号海警船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持续危险接近正常航行的中方海警船，并煽宣炒作。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依法依规采取管控措施。 这已是菲方连续第2天在仙宾礁附近海域进行挑衅。前一天，中国海警局连续发布3则消息介绍有关情况。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8月25号，菲律宾3002号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非肇事船只还搭载媒体记者跟拍，歪曲事实，煽宣炒作。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全程跟监管控，坚决拦阻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向深圳卫视表示，菲方屡次派出船只，声称是要向仙宾礁附近渔民运送生活补给，但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补给那艘试图坐滩的菲方海警船。 今年4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派出其最大的1艘巡逻船前往仙宾礁西湖内非法破坏性锚泊，执行所谓监视任务。那当然，他们打就是要给当地附近的渔船输送一些物资，但不言而喻，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停在仙宾礁的这艘菲律宾最大的海警船做补给的，而且。 菲律宾渔业还带上了这个媒体记者，那显然也都是有备而来。意思也就是之前的补给失败之后，菲律宾现在又鼓动要进行补给。 针对菲律宾船只25号非法侵闯仙宾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菲方频繁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等强闯仙宾礁附近海域，企图向仙宾礁西湖长时间滞留的非海警船实施补给，谋求实现长期存在。菲方此举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严重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立即撤走有关的船只。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值得警惕的是，菲方在仙宾礁试图重演仁爱礁坐滩闹剧的居心已是昭然若揭。不到1周时间内，菲律宾已3次非法冲闯仙宾礁。8月19号，菲律宾4410号、4411号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其4410号海警船还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航路管制，转向中国仁爱礁海域实施冲闯活动。 期间，非4410号船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21551邀艇，导致发生擦碰。事后，菲媒报道称，菲方2艘海警船均出现破损。19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和海警部门发言人连发5条声明，并公布现场视频，曝光菲方恶劣行径，以正视听。此外，菲律宾还屡次炒作中方实施危险动作，企图制造舆论压力。 本月初，菲军方还倒打一耙，指责解放军在黄岩岛空域干扰其军机巡逻活动。这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后，菲军方首次公开表示，中国军机在南海上空做出所谓危险动作。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即反驳，事实是非军机非法闯入黄岩岛空域，解放军依法进行警告驱离。这几次就可以看到中非在海上的冲突不断的加剧，经过了几次的碰撞跟挫折之后，大概菲律宾也了解到中国海上的实力，就说中国是严阵以待的，无论在凌晨或者任何时间点，中国在周遭
捍卫主权的这些船只都保持着警惕。如果不事先通知中方，几乎是没办法进行成功捕击的。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菲方下一步就会知难而退。外界注意到，解放军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锤炼方面从未松懈。据南部战区8月7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有分析指出，菲律宾近期不断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兴风作浪，这一引狼入室的做法不仅导致大量军事力量在南海集聚，也将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中心性。对此，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传递出明显的威慑信号。可以说，现在中菲纠纷已不单只在海面上，已经发展到空中了。那对于菲律宾种种图谋嘛，中国也是了然在心，所以最近中国加强了这个海上的警备，进行了一些演习，目的就是冲着菲律宾不断的挑衅而来的，希望菲律宾能够知难而退。现在就要看菲律宾当局是不是经过了这么多挫折之后，能够痛定思痛。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恢复到以前的机制，但是显然，菲律宾在海上的这些行为是有它其他的政治目的的。但是从中国的应对来看，我们都看着中国已经做了完全的准备。如果菲方继续挑衅，中国也会严阵以待，并且给予痛击。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投入竞选1个多月以来，团队筹集到了5亿4千万美元的资金，创下了纪录。与此同时，他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却因出尔反尔引发热议。此前，特朗普说，如果自己当选，愿意给马斯克一个顾问或者内阁职务。马斯克当时也回应称愿意效劳。然而25号，特朗普在一场最新的采访中表示，马斯克不能进入他的内阁。Yeah, he wants to be involved. Now, look, he's running big businesses and all that, so he can't really, I don't think he'd be for cabinet. I'd put him in the cabinet, absolutely, but I don't know how he could do that with all the things he's got going. 不过，特朗普随后指出，马斯克可以为国家提供很好的咨询建议，比如在他最擅长的人工智能领域。当地时间19号，特朗普曾对媒体表示，如若当选，他会愿意考虑任命马斯克担任顾问或者内阁职务。特朗普还夸赞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同一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回应称：“我愿意效劳。”而这篇帖文的配图是马斯克站在一个写着“政府效率部”的讲台前。特朗普一边收回此前对马斯克的邀约，一边又小心翼翼地维护两人的关系，再次大赞马斯克是非同寻常的聪明人。So Elon 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He's great. He is a totally unusual character. Do you know Elon at all? I don't. He's great. And he's smart. And we have to cherish our geniuses, you know? 目前，特朗普与其竞争对手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支持率不相上下。23号，特朗普再次公开抱怨美国大选太不公平，因为他得一个人对付2个人。But also unfair to me. I spent $100 million fighting against the man that won in their party. And we had a debate, and the debate was good for me, it wasn't good for him.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y take him out and they put somebody new. You know, I've got to beat 2 people instead of 1. That never happened either, so it's not a very fair thing, but I live with it. 而在竞选活动中，为了留住媒体的关注度，特朗普甚至跟哈里斯比起了美貌。I'm a better looking person than Kamala. 事实上，自从哈里斯接棒后，特朗普确实越来越感受到被对手紧咬的压力。据26号公布的数据，哈里斯投入竞选1个多月来，团队就筹集到了5亿4千万美元的资金。按其团队的说法，这一数字刷新了选举史同期筹款记录。所有捐款中有1/3来自于首次捐款者，首捐者中约1/5是年轻选民，2/3是女性。这些群体被视为能帮助哈里斯在11月大选中胜选的关键选民。
另一方面，特朗普与哈里斯原定于9月10号举行首场辩论，但特朗普2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或将退出这场辩论，原因是他认为辩论的主办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是假新闻，并指出该台主播与高管对他有偏见，质疑为何要在该电视台与哈里斯辩论。此外，双方竞选团队就辩论规则的谈判陷入僵局。哈里斯团队26号表示，希望辩论期间全程开启麦克风，而非在候选人不发言时静音，并批评特朗普团队要求麦克风静音是担心其表现失控。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不会改变原定规则，指责哈里斯团队提出辩论带笔记、加入开场陈述等要求是为了逃避辩论。特朗普在26号的活动上表示，9月10号的辩论应遵循他与拜登辩论时的规则进行。Doesn't matter to me. I'd rather have it probably on, but the agreement was that it would be the same as it was last time. In that case, it was muted. I didn't like it the last time, but it worked out fine. I mean, ask Biden how it worked out. It was fine.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same.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现场指导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无人机性能试验，这是朝鲜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朝鲜这次公开展示攻击型无人机和近期正在进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演习有关。朝鲜方面谴责这一演习是核战争预演。据新华社引述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4号现场指导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无人机性能试验。金正恩了解了该研究所最近研发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担负着在地面和海上攻击敌方目标的使命。试验期间，各种无人机沿着设定的不同航线飞行，正确识别并命中目标。金正恩表示，研发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并不断提高其战斗性能是战争准备的重要部分。他要求加大无人机研发生产和战斗应用试验力度，尽快配备部队。朝中社26号还刊登了2种外观为白色的攻击型无人机，对形似韩国 K2 主战坦克的模拟目标进行攻击并引爆的照片。2款无人机的外形与以色列产哈洛普和 Hero 30攻击型无人机相似，这是朝鲜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朝鲜其实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实际应用的效果。它这次等于是进一步加大了研发和这个生产的力度。我们知道无人机它有那种低噪音，然后低空飞行，还有这个可以隐蔽靠近这个目标物的这样一系列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其实在朝鲜半岛那种多山地那种比较复杂的战场环境里边是有它独特的作用的。实际上，韩朝之间无人机攻防由来已久。2022年12月26号，朝鲜5架无人机越界进入韩国领空，其中1架甚至飞到位于首尔的韩国总统府附近，之后才折返回朝鲜。韩方紧急出动战机发射100多枚炮弹，试图击落无人机，但未能命中目标。1架战斗机还坠毁，让韩军颜面扫地。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怒斥军方应对不力。韩国此前展示的一款坠毁在韩国境内的朝鲜无人机，属于单兵手持抛掷发射微型无人机。韩国军方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拆解研究后发现，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来自多个国家，许多零部件都可以在网上买到。例如，信息储存卡、4伏电动机是韩国制造的，自动操纵主板和 GPS 天线则是美国货。对于韩国来说，朝鲜无人机进入领空事件刺激韩国大力发展无人机及拦截技术。去年9月，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直属国防部，不仅能够执行敌区监视侦察任务，还能攻击其主要设施。韩国国防采购部门上月宣称，将批量生产自行研发的反无人机激光武器，并配备韩国陆军。激光束发射成本低廉，每次发射仅需1.5美元。韩国防卫事业厅还称，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该激光武器在未来有可能改变战争规则，甚至可能用于拦截导弹和飞机等更高价值目标。韩国的武器发展也是对朝鲜是有针对性的。目前来看，激光武器它功率比较低，所以很难
对导弹或者是大型的无人机产生破坏作用，但是对朝鲜开发的小型无人机、激光武器还是可以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战效果。朝鲜半岛近期局势紧张，一大背景是美韩大规模军演的刺激。韩国空军26号表示，美韩空军从当天起在西部海域联合实施实弹射击演习，为期3天。该演习是美韩联演已知自由护盾的一环，双方将在演习中发射巡航导弹和远程炮弹，动员无人攻击机演练在地空同步应对敌军挑衅。本届已知自由护盾于19号启动，为期11天，共有1.9万名韩军官兵参加此次演习。韩方指出，美韩两军将重点提高对朝鲜武器的应对能力，并动员陆海空、网络和太空战斗力等执行多领域作战任务，进一步加强美韩同盟的防御能力和戒备态势。另外，此次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也包括对朝鲜核威胁的回应。去年的演习中，美国空军还出动了一架 B-1B 战略轰炸机和韩国战斗机共同训练，但今年演习中是否再次出现这种美国战略资产仍不清楚。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则于美韩联演开始前发表声明，谴责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是对侵略朝鲜的模拟和核战争预演。朝鲜外务省称，此次演习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朝鲜将建设强大的国防能力，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于今天到29号访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正值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进入倒计时，中美关系风险积聚之际，沙利文这次为期3天的访问将谈什么？外界又有何期待？在26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沟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关于有关的具体安排，我们将适时的发布消息。就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25号向媒体吹风，亮明中方立场，表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中美双方外交、财经、执法、气辩团队以及两军保持沟通，两国人民往来也在增加。同时，美国继续对华遏制打压，中方予以坚决反制，中美关系仍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关口。在沙利文访问期间，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发展权利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表达严重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其内阁多名高官先后访华，其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2度前往中国，但作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推手之一，沙利文自就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来，还没有来过中国。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此次会谈的重点是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保持沟通。沙利文将表明，即使在竞争中，中美也能找到建设性方式展开合作。过去16个月，王毅和沙利文在第3国进行过3轮战略沟通，再加上去年10月两人在华盛顿的会面，这次在北京的会谈将是2人16个月来的第5次会面。沙利文的中国之行为期3天，比起前3轮战略沟通的时长，此次可以与中方有更充裕的互动时间。舆论也形容这将是一场内容广泛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谈。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对媒体说，这种战略层面的沟通实际上是为了详细了解政策意图、战略意图，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不同情况。过去一段时间，中美战略沟通管道在中美管控分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双方增进了解，降低误判的风险。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此前3次的战略沟通，双方均聚焦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台湾问题。观察指，战略沟通渠道使王毅和沙利文能够以非常坦诚的方式讨论台湾问题。2023年5月，在维也纳时，沙利文向王毅当面表示，华盛顿无意引发战争或者引起台海冲突。4个月后，王毅和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多轮会晤。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中方的新闻稿中，着重强调了王毅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指出美方必须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2个月后，王毅和沙利文今年1月在泰国曼谷再次会面，核心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中方的新闻稿中3次提到王毅的反台独表态。舆论普遍认为，沙利文此次访华，台湾问题仍是重中之重。
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在吹风会上也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龚炯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就强调，要警惕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玩文字游戏。每次中美这种比较正式的会谈当中，中国都会第一个问题就会强调台湾问题。但是我想很明显，美国华盛顿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外交部讲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太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此访是沙利文任内首次访华，也是8年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次访华。美方有声音指，沙利文访华或将为中美元首潜在的再一次会晤铺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深圳卫视分析，为了稳定中美关系，这几年中方付出极大努力，沙利文此访的关键就是要把两国元首会晤的共识继续执行并落实。因为中美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对吧？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发展啊，都会影响整个的世界格局，他们的关系就基本上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格局。我以前也一直强调，中美关系啊，它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对吧？它是今天世界秩序的2根柱子，一根都不能少。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的配合的话，美国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做不了什么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美战略沟通首次在中国举行。分析指出，此轮战略沟通正值拜登任期进入倒计时，中美关系风险积聚之际。沙利文此访标志着两国为恢复双边关系平衡所做的最新努力。面对面的交流是任何其他的形式所替代不了的。我是觉得沟通非常重要，不要有任何的误解，这一些不必要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是吧？我们要通过这种直接接触的直接对话来减少。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美国仍然是说一套做一套。积极的迹象是，两国外交、财经、人文往来增强。仅在过去1个月时间内，就召开了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循环经济专家对话、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高官会议等。但美国的消极动向同样一个接一个。华盛顿并未放弃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对华遏制打压。就在本轮战略沟通前夕，美商务部以涉俄为由，宣布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阻碍国际间正常经贸往来，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年6月同波兰总统杜达会谈时，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时就强调，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在25号的吹风会上也重申，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中国没有这种特别偏向俄罗斯的这种叙事啊，这个是华盛顿的叙事。不管以何种名义进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其实本质目的还是为了打压中国，为了阻碍或者是阻止中国企业技术上的发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美方近来大肆抹黑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议题，危言耸听中国加大制造业投资将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一也作出有力驳斥，强调中国制造享誉全球，靠的是持续研发投入和比较优势，而不是靠补贴进行倾销，更不是靠保护实现垄断。林健指出，保护主义带不来一家独赢的幻象，只会失去合作共赢的机遇。每当自身陷于困局，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有分析称，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仍在积聚，挑战也在上升。中美关系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任赤字不断扩大的结果。在复杂局势下，保持对话对于读懂对方战略意图、避免误判至关重要。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更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